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关于华为黑石芯片的一些最近情况。从美国制裁华为黑石芯片没有供应方开始以后，华为就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局势。不过从目前来看，华为已经为美国写入制造的芯片建立了储备，这将持续2年。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此举是华为巨头为其预防未来业务受美国制裁而行动的。当华为在被限制谷歌套件使用前开始，就已经有所防备。充足的储备主要用于英特尔和赛灵思可编辑芯片组制造的服务器及处理器。这些处理器显然是华为用于其基站和新兴云业务的最重要的组件。美国的制裁其切断了多家供应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但华为的库存将可长达使用2年。关于芯片的储备，华为最近透露，2019年在储备芯片组件等方面花费了234.5亿美元，较2018年大幅增长了73%。尤其是华为似乎更专注于为赛灵思的可编辑芯片的建立储备，因为目前很难更换处理器，即便是自己的黑石麒麟芯片。与此同时，华为公司在同一时期还增加了三星、海力士、美光等3重组件的库存。虽然重组芯片制造商不受美国最近宣布的限制，但华为担心这种举动可能晚些时候出台，而华为公司正在为同样的事情做准备。在美国的经历中，就此之前，美国商务部就威胁所有使用美国芯片制造的设备，其包括知识产权或芯片设计的软件制造商，都必须先申请许可，然后才能将芯片运送给华为。这项新规宣布后不久，全球最大的芯片组制造商台积电公司就开始了停止接受华为的新订单。幸好的是，华为的订单在之前更早时间段所下达，所以台积电提供的5纳米芯片供应仍不受影响。我们知道，每年下半年是华为发布新代芯片的时间。今年下半年，华为会发布最新的5纳米黑石1000系列芯片，它将会出现在华为的40系列身上。5纳米的芯片组是由台积电代工，台积电是唯一一家具有大规模生产的公司。同时，台积电还生产了苹果的 A14 5纳米芯片，该芯片也计划在 iPhone 12系列身上亮相。它们都是在今年下半年要发布的旗舰产品。另外，关于台积电当前放弃了继续与华为业务合作，即将推出的 Mate 40系列由于采用了5纳米麒麟1000芯片，那么会不会受到影响？现在新的一份报告则描述到，美国的制裁仅适用于9月份以后的订单，由于5纳米芯片的订单是较早下达的，因此台积电将在制裁生效之前计划将芯片组继续供应给华为，所以华为的40系列发布后不用担心芯片供应不足的问题。关于华为对未来2年后芯片的供应，华为现在也有自己的方案。知情人士透露，华为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客户，调查潜在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是否有使用了美国的技术，以防止像台积电之类的公司使用了美国技术，从而被受到制裁。此外，华为还访问了韩国的多家半导体公司，这些制造商有可能在其供应链中充当台积电的替代者。目前，华为已经拥有大量的芯片库存，自行补给使用最多2年。在这期间内，华为可以继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芯片供应商。有分析师认为，华为在这足够长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寻找到下一家芯片组供应商。最后，华为除了芯片方面外，让人更惊讶的是在 5G 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的份额。在2020年华为分析大会上，华为表示，华为在2020年第1季度已经售出了超过1500万部 5G 手机，使其在中国 5G 市场中排名第1，在中国市场份额为 55.4%。并且也占据了全球 5G 智能手机市场的 33%。目前，华为已经发布了多达19种型号的 5G 智能手机，价位从中端定位到高端不等。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